如果有来生，我要做一棵树，站成永恒，没有悲欢的姿势，一半在尘土安详，一半在风里飞扬。在三毛的诗句里，赤诚的心愿就是这样简单而又美好。人的一生其实是一个不断交换的过程，每个人在得到什么的同时，又会失去一些什么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永远不能失去、不能忘的，就是那一颗赤子之心。那么，我们怎样才能做到阅尽千帆之后，却依旧热爱生活，保持内心的赤诚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。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阅读者肖战。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周国平先生的《自己的园地》。接下来进入我的阅读时间。你们读过法国作家圣埃克叙佩里写的《小王子》吗？如果没有，那就太可惜了，一定要找来读一读。在我看来，它是世界上最棒的一篇童话，哪怕你们拿全世界的唐老鸭和圣斗士来和我交换，我也绝不肯。童话的主人公是一个小王子，他住在一颗只比他大一点的星球上，与一株玫瑰为伴，天天为它浇水。有一天，他和玫瑰花拌了几句嘴，心里烦，便离开了他的星球，出去漫游了。他先后到达了6颗星球，遇见了一些可笑的大人。例如，有一个商人，他的全部事情就是计算星星，他把这叫做占有，他就为占有而活着。他告诉小王子，他已经占有了101,162,2731颗星星。小王子问他，你拿它们做什么呢？他答，我把它们存到银行里去。小王子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商人便解释说，这就是说，我在一张纸上写下我的星星的数目，然后我把这张纸锁在我的抽屉里。小王子又问，这就完了吗？商人答，当然，这样我就很富有了。在别的星球上，小王子遇见的大人们也都在为他们不明白的东西而活着，什么权力呀、虚荣啊、学问呀。他心里想，大人们真是怪透了。小王子最后来到了地球，在一片盛开的玫瑰园里，他看见5000株玫瑰，不禁怀念起他自己的那一株玫瑰来。他的那株玫瑰与眼前的这些玫瑰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他却觉得它是独一无二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一只聪明的狐狸告诉他，是你为你的玫瑰花费的时间，使你的玫瑰变得那么的重要。对于你使之驯服的东西，你是负有责任的。这句话说得好极了。一个人活在世上，必须有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情，才会活得有意思。这爱好完全是出自于他的真性情，而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的利益，例如为了金钱、名声之类的。他喜欢做这件事情，只是因为他觉得事情本身非常美好，他被事情的美好所吸引。就好像是一个园丁，他仅仅因为喜欢而开辟了一块自己的园地，他在其中培育了许多美丽的花木，为它们倾注了自己的心血。当他在自己的园地上耕作时，他心里非常踏实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他也都会牵挂着那些花木，如同母亲牵挂着自己的孩子。这样一个人，他一定会活得很充实的。相反，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园地，不管他当多大的官，做多大的买卖，他本质上始终是空虚的。这样的人一旦丢了官，破了产，他的空虚就暴露无遗了。
会惶惶不可终日，发现自己的世界上无事可做，也没有人需要他，成了一个多余的人。事实上，我们在小时候往往都是有真性情的，就像小王子所说的，只有孩子们知道他们在寻找些什么，他们会为了一个破布娃娃而不惜让时光流逝，于是那布娃娃就变得十分重要。一旦有人把它拿走，他们就哭了。孩子并不问破布娃娃值多少钱，它当然不值钱了，可是他们天天抱着它，和它说话，便对它有了情感，它就比一切值钱的东西更有价值。一个人在衡量任何事物时，看重的是他们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，而不是他们在市场上能卖多少钱。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真性情。你们长大了，当然不会再抱着一个破布娃娃不放，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丢掉小时候对待破布娃娃的这种态度，不要丢掉真性情，不要丢掉自己真正的爱好。小王子十分幸运，他在地球上终于遇见了一个能够理解他的大人，那就是这篇童话的作者。他和小王子特别谈得来，不过正因为如此，他在大人们中间真是非常孤独。他和大人们谈什么都谈不通，就只好和他们谈桥牌、高尔夫球、政治、领带什么的，而他们也就很高兴自己结识到了一个正经人。后来，小王子因为想念他的玫瑰花，回到了那个小星球上去了。那么，现在这一位圣埃克·叙佩里在哪里呢？他是第2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最出色的飞行员，在一次飞行中失踪了。我相信，他一定是去寻找他的小王子了。好了，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真实而又充满魅力的人。在这里，我也分享给大家一本我特别喜欢的书籍，是来自法国作家凡尔纳的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。希望我们都能以一颗赤诚之心行走于世间，同时也希望大家都能关注榜样阅读，和我一起让阅读成为生命中的美好。